是要掀桌子，还是继续跪着？总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要体面，要守规矩，要相信温和的改良。可如果这套规矩的底层逻辑就是用来慢慢榨干你的呢？当讲理变成一种毫无尊严的消耗，换作是你会如何选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场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挣扎。1950年代的美国二战打赢了，经济腾飞了，但在美国南方却运行着一套令人窒息的隔离法则。哪怕你是从二战战场上拼杀回来的黑人老兵，想吃个汉堡也只能乖乖绕到餐厅的后门，坐公交也必须滚到后排。当时的公共场所，比如公园、车站、百货大楼里，连饮水机都是强制分开的，墙上会明确挂着2块牌子，分别是白人专用与黑人专用。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哪怕渴得快要晕倒，只要嘴巴碰了白人专属的饮水机，大概率会被警察当场逮捕，甚至被周围的白人暴徒用私刑打死。这套玩法在美国法律上叫隔离，但平等实际上就是合法的种族压迫。南方的州长、警察和3K 党穿在一条裤子里，死死维持着这个铁桶阵。在这里稍微讲解一下美国臭名昭著的3K 党。这个组织诞生于1865年，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刚打完那会儿，南方奴隶主被打败了，黑人名义上被解放了，几个心里不服气的南方退伍老兵凑在一起建了个秘密俱乐部，那一身标志性的白色尖顶罩袍，初衷不仅是为了隐藏身份，更是为了装神弄鬼。他们宣称自己是战死的南方邦联士兵的幽灵，重返人间，专门在半夜骑着马跑出来，去恐吓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是站在人类物种鄙视链顶端的，其他人种不仅低劣，还会污染美国的血统。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高峰期，他们的仇恨目标扩大了，除了黑人，他们还极度排斥犹太人、天主教徒、新移民以及共产主义者。只要你不是纯正的美国白人新教徒，你就是美国的毒瘤。3K 党最让人胆寒的地方是，他们并不是天天在美国街上举牌子的小团体，他们是隐秘的，从来都不玩虚的，不给你在街上抗议这抗议那的，只要锁定目标人物就是干。平日里，他们是南方小镇上的镇长、法官、警察局长、杂货店老板或者银行职员，衣冠楚楚，满脸和气。但一到了晚上，套上白袍，他们就成了法外光督张三。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身边的哪张笑脸就是昨晚烧自家房子的凶手。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有点钱的黑人，或者是一个试图教黑人读书的白人老师，一天半夜，你家草坪上突然被人插上一个巨大的木十字架，泼上汽油点燃，火光冲天。这就是死亡通知书，意思是给你3天时间滚出这个镇子，否则全家死绝。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黑人投票。谁敢去登记选民，谁在路上就会被蒙面人打断腿；谁敢组织抗议，谁的教堂底座下就会被塞进烈性炸药。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要命的黑人站了出来，他名为马丁·路德·金。金牧师出生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黑人精英家庭，他父亲是当地有头有脸的牧师，家里有房有车，他一路顺风顺水的读到了波士顿大学的神学博士，英语发音比很多白人政客还要标准。他不仅能看懂黑人的苦难，更能摸透白人中产阶级的心理软肋，以及华盛顿权力中心的运转逻辑。他的终极理想就是把黑人无缝融入主流社会，他不打算颠覆美国现有的体制，也不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他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个传统的美国梦。他认为不管黑人白人，大家都应该在一个餐厅吃饭，在一个学校读书，共同享受繁荣。他的理想是典型的改良主义。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主战场美国南方，他的目标非常具体且锋利，利用联邦的权力去砸碎南方各州的隔离问题。他要把黑人从2等公民的法定身份里拉出来，逼迫华盛顿出台白纸黑字的法案，赋予黑人政治上的平起平坐。他深知，如果黑人拿枪反抗，南方的白人州长正好有借口，名正言顺地派国民警卫队进行大屠杀。所以他定下铁律，游行时无论对方怎么打，绝对不能还手。他真正的打算是利用刚刚普及的电视转播，把南方对于黑人的不公转化为道德力量，让北方真正看清楚黑人的真实处境。他是在向全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施压。当电视机前的白人看到同类做出如此丑陋的行为时，那种巨大的道德羞愧感和舆论海啸会直接掀翻华盛顿的屋顶。政客们为了选票，为了冷战时期在国际上的面子，就不得不向他妥协，捏着鼻子通过民权法案。如果连这个都不通过，美国在国际上吹过的牛那都是骗鬼的，自己本身就是个垃圾，还到处输出所谓的文明，那就是自己打自己脸。苏联天天在国际上指着美国的鼻子骂，看看你们所谓的自由世界，连自己国家的人都在被放狗咬。美国要是连个法案都不签，他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所谓的灯塔人设瞬间崩塌。Characterized our struggle for 10 or 12 years to a struggle for genuine equality.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evils in our nation. It's not only racism, but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overty would be one, and then militarism. And I think in a sense, and in a very real sense, these three are tied inextricably together, and we aren't going to get rid of one without getting rid of the other.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签下了民权法案，法案上写得很漂亮，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就业中实行种族歧视。但当镜头切到北方的贫民窟，现实是冰冷的，体制没有用明面上的铁链拴住你，而是用了3道看不见的玻璃墙，把黑人死死锁在了底层。第一道墙，金融界的红线法则。法案说，你有权在任何地方买房，但当你走进银行申请贷款时，白人经理会微笑着拿出厚厚的评估文件，遗憾地告诉你，抱歉，您的信用评级不够。当时的美国银行系统在地图上用红笔把黑人聚集的贫困区圈了出来，只要你住在这条红线里，银行绝不给你批抵押贷款。你买不了白人社区的房子，就只能世世代代窝在老鼠横行、租金高昂的贫民窟公寓里。第二道墙，用脚投票的白人逃离。法案说，公立学校必须取消隔离，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白人中产阶级的应对策略是，惹不起，我躲得起。成批的白人家庭卖掉市区的房子，搬到了郊区。中产阶级一走，市区的税收瞬间崩盘，没有了税收，公立学校连粉笔都买不起，设施腐烂，优秀教师流失。最后的结果是，黑人孩子确实平等了，大家平等地坐在一个天花板漏水、充斥着毒品和帮派的破教室里。第3道墙，街头的治安绞肉机。法案管得了国会山，但管不住洛杉矶午夜的街头。在瓦泽区这样的贫民窟，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在街上游荡，面对治安压力，白人警察手里握着的不是法案，而是实打实的警棍。他们不需要种族歧视的借口，只需要一句形迹可疑或者游荡罪，就可以把一个黑人青年按在引擎盖上搜身、殴打，甚至清空弹匣。南方那种挂在嘴边、写在牌子上的歧视是低级的，所以金牧师能靠舆论打赢。但北方这种嵌在金融、税收、教育和治安系统里的歧视是无形的。当一个洛杉矶的黑人青年发现华盛顿的法案既不能让他贷到款，也不能让他找到工作，更不能阻止警察的无端殴打时，金牧师的那套温和改良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冷笑话。既然温和改良不行，那就必须上强度。于是马尔科姆·利特尔登场。马丁·路德·金是在阳光明媚的中产阶级温室里长大的，而马尔科姆的底色是透着血腥味的冰冷下水道。1925年，他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他的父亲是一位敢言的黑人牧师，主张黑人自立。结果呢，他父亲的尸体被人在电车轨道上发现，被碾得面目全非。随后家里的房子被烧毁，母亲精神彻底崩溃，被送进了疯人院。几个兄弟姐妹被强行拆散，送进不同的寄养家庭。初中时，马尔科姆其实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曾满怀憧憬地告诉白人老师，自己长大想当个律师。老师摸着他的头，笑着给了他一记重锤。对于一个黑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去学木匠吧。那一刻，马尔科姆心里关于融入白人社会的幻想死得干干净净。既然正道不给走，那就走野路。他跑到波士顿和纽约的街头，化名底特律红。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混混，吸毒、贩毒、拉皮条、持枪抢劫，几乎五毒俱全。直到20岁那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10年。别人都以为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但也恰恰是重生的开始。在冰冷压抑的监狱里，马尔科姆接触到了一个叫伊斯兰民族的黑人穆斯林组织。这个组织的教义十分魔幻，白人都是蓝眼睛的魔鬼，注定要灭亡，黑人才是地球上最早最优秀的人类。对于在社会底层受尽欺凌的马尔科姆来说，这套理论简直是量身定制的精神解药。他瞬间重塑了马尔科姆的尊严。出狱后，他做了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扔掉了利特尔这个姓氏。为什么要扔？因为他意识到美国黑人的姓氏，比如史密斯、华盛顿、利特尔，都是几百年前白人奴隶主强加给他们祖先的标记，那是奴隶的印记。他用一个代表未知数学符号的 X 来替代，意味着我原本属于非洲的真实姓氏已经被你们剥夺和抹杀了。这就是马尔科姆 X 的诞生。在当时的美国，这其实是一个带有强烈黑人民族主义色彩的宗教兼政治团体。当时的最高领袖叫伊莱贾·穆罕默德，这个老头子在黑人底层有着神一般的地位。他给黑人灌输的理念就是前面提到的，白人是魔鬼，黑人是神选之子，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问题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组织虽然理念生猛，但规模并不大，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个信徒，是个名副其实的边缘小团体。直到他们等来了马尔科姆这个旷世奇才。这个团体叫伊斯兰民族，但千万不要跟传统的中东伊斯兰教混为一谈。1952年，马尔科姆假释出狱，正式拜见了伊莱贾。伊莱贾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年轻人眼里的狼性。当时的高级牧师们往往只在讲台上给那些稍微体面点的黑人布道，但马尔科姆不同，他知道真正的黑人基本盘在哪里。他拿着公文包，直接杀回了自己最熟悉的街头。他去贫民窟，去酒吧，去台球室，去吸毒的巷子，对着那些妓女、瘾君子、小混混和小偷发表演讲。他用街头的黑话告诉他们，白人把你们变成烂泥，但我们能把你变成战士。
这招太准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从烂泥里爬出来的。底层人根本不听西装革履的牧师说教，但他们信马尔科姆。短短几年时间，他在波士顿、费城、纽约疯狂建立分部。他创办了组织的官方报纸《穆罕默德讲话》，并在街头强制推销。成果是惊人的，他生生把这个原本只有不到500人的小作坊，扩张成了拥有几万名死忠粉、资产雄厚的全国性庞然大物。连著名的拳王阿里都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折服，宣誓入会。一把手伊莱贾虽然资历深，但他口齿不清，缺乏公众魅力。而马尔科姆1.9米的个头，仪表堂堂，只要他一站上演讲台，那种排山倒海的压迫感和幽默感，能让几万人为之疯狂。于是顺理成章的，伊莱贾把他提拔为全国代言人，成为了整个组织无可争议的2把手。伊莱贾负责在幕后当精神图腾，而马尔科姆就是那个拿着砍刀在前面冲锋陷阵的金牌 CEO。他站在街头的肥皂箱上，告诉底层的黑人青年，不要去求什么融合，白人根本没拿你们当人。如果有人对你施暴，你还要去爱他，那是脑子进了水。谁打你的左脸，你就直接打断他的鼻梁。面对长久以来的压迫，他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He taught you to hate your nose. He taught you to hate your mouth. He taught you to hate your skin. Black people everywhere today are fed up with the hypocrisy practiced by whites. 这种以暴制暴的野路子哲学，犹如一颗火星，精准掉进了北方的火药桶。深受启发的激进组织拔地而起，其中名气响亮的黑豹党把这套理论直接变成了行动。他们不再西装革履的去静坐抗议，他们穿上黑皮衣，戴上贝雷帽，端着上了膛的步枪，面无表情的在街头巡逻，直接与警察拔枪对峙，清空弹夹。而更让美国统治阶级后背发凉的是，这股掀桌子的暴力革命风潮并没有停留在黑人社区，它像一场极具传染性的高热，迅速向全美国的其他角落蔓延开来。黑人兄弟用鲜血和枪管趟出了一条路，全美国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的群体突然看懂了规则的底牌。原来温良恭俭让分不到蛋糕，把牌桌掀翻才有肉吃。率先觉醒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家里的大学生。按照写好的剧本，他们本该顺利毕业，穿上西装去华尔街上班，或者听从华盛顿的号召，去越南的丛林里打一场莫名其妙的仗。但他们看着电视里满嘴仁义道德的政客，再看看现实中警察砸向平民的警棍，突然觉得父辈们的价值观虚伪透顶。于是这些年轻人扯下领带，蓄起长发，他们当众烧毁越战征兵证，冲进校长的办公室安营扎寨。他们用摇滚乐、致幻剂和震耳欲聋的反战口号，对建制派的权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弄。紧接着，原本一直隐忍不发的少数群体也悟了。几百年来被圈养在贫瘠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再递交什么请愿书。年轻的印第安战士直接端起步枪，占领了华盛顿的印第安事务局大楼，甚至在南达科他州的小镇上与联邦军队真刀真枪地对峙了71天。在加州农场里流汗的拉丁裔劳工也不再默默忍受剥削，他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跨州大停工，截断了葡萄和生菜的供应链，硬生生逼着农场主低头签下工会合同。甚至连一向被视为社会隐形人的 LGBT 群体也悟了，在纽约的石墙客栈外用砖头和酒瓶与前来扫荡的警察打了一整夜的街头巷战。就连当时美国的女性朋友们也悟了。1963年，一个叫贝蒂·弗里丹的女人写了一本书《女性的奥秘》。她调查了大量名校毕业的女同学，发现了一个令人后背发凉的真相：这些住在别墅里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们，内心却充满着窒息感和抑郁，因为她们发现自己每天围着丈夫和孩子转，唯独没有自我。社会剥夺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把他们降维成了一个高级的生育机器和免费保姆。这本书一出，就像在全美国主妇的围裙里扔了一颗炸药，瞬间引爆。这群主妇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了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女性们猛然醒悟，对啊，既然黑人兄弟能为了权利去游行，我们为什么不能？于是全美妇女组织成立了，他们的诉求非常现实，直击利益分配的核心。凭什么干同样的活，女人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凭什么高薪职位只招男的？大学毕业的女性只能去当打字员和前台。他们逼着国会落实了同薪同酬法案，逼迫高校打破性别限制，让女性进入医学、法律等高阶知识领域。随着避孕药在60年代初的普及，女性手里多了一把终极武器——生育控制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明白，只要女人的身体还是被社会和男人绑架的，所谓的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他们开始把战火烧向了最敏感的道德禁区，争取堕胎合法化。这场关于我的子宫谁做主的战争，双方打得异常惨烈。你就说黑哥们的杀伤力有多强大，那是一个美国传统秩序崩塌的狂乱年代。当美国的弱者发现按规矩玩注定满盘皆输，而破坏规则却能逼迫高层让步时，那将会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不过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掀桌子是需要付血本的，帝国在妥协之前必然会递上一张致命的账单，而且这笔账马上就要结了。1965年2月，纽约曼哈顿，主张以牙还牙的马尔科姆 X 在演讲台上被子弹击穿了胸膛。1968年4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呼吁爱与和平的马丁·路德·金在旅馆阳台上倒在了血泊之中。2声枪响，给这场轰轰烈烈的60年代大撕裂画上了一个透着彻骨寒意的句号。
后来总有人在争论，面对压迫，到底是基姆士的改良队，还是马尔科姆的革命队？拨开温情的历史滤镜，真实的答案是一个冰冷的博弈法则。他们从来不是对立的选择题，而是逼迫帝国低头的两把铁钳。如果没有马尔科姆 X 在暗处端起上膛的步枪，步步紧逼，华盛顿的政客们怎么可能会有耐心去倾听基姆士那篇温文尔雅的"我有一个梦想"？革命者掀翻牌桌的破坏力，恰恰是改良派能够坐在谈判桌上要价的底层筹码。当然，历史是冷酷的，屠龙少年也会有成为恶龙的一天。美国60年代那群喊着拒绝被体制化，在大学校园里烧毁征兵证，把鲜花插进军警枪管里的长发青年。仅仅10几年后，历史的镜头摇转，这批曾经的叛逆者剪掉了长发，套上考究的定制西装，提着公文包走进了华尔街的摩天大楼。他们从嬉皮士变成了雅皮士，成了掌控资本的高管，变成了自己当年深恶痛绝的建制派。他们用早年颠覆规则时锻炼出的精明，制定出更加隐蔽、更加缜密的收割法则。这群人成了恶龙，往往比之前的美国高层更加冷酷、更无底线。以前的老派美国高层虽然也贪婪，但他们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种叫贵族义务的历史包袱，这就意味着他们做事是有顾忌的。但美国未来新上位的这批人不同，他们年轻时亲自砸碎了旧道德，说什么看透了所谓神圣体面规矩，全是统治阶级编造的谎言。当一个人确信道德只是工具时，他使用起权力来将毫无底线。他们在华尔街操纵金融衍生品，在硅谷贩卖用户隐私，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只相信赢家通吃。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has made about $5 billion worth of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kind of a lot of money. That doesn't bother you? No.